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那最近几个交易日，美债快速上涨，让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0.25%。但我们看到今天上证指数是急速下跌，跌破了2800点。那么尾盘略有收回，但最终呢跌幅达到了0.43%啊。那上证指数呢目前是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但是道琼斯工业指数仍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上涨趋势过程当中的一个箱体结构的震荡范围之内。同时，我们看到道指在周线级别上涨过程当中，目前处在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一个八界阳线势力范围。注意看啊，这里是周线级别八界阳线势力范围。那么对于美股道指来说，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预期的。因此，虽然最近几个交易日略有下跌，从37825跌到了37266，但是它的整体大的趋势处在一个上涨趋势当中，并且呢，我们看到站上了30均线之后，是有机会重新反弹上来，修复当前箱体结构的。比特币在最近几个交易日振幅非常微弱，仍然处在一个我们可以观测到的收敛三角形运行范围之内。但是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原因是我们看到当前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刚好运行在近焦点附近，那近焦点的这个区域是容易发生变盘的位置。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4小时级别上，比特币下方的支撑位是在41500美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把时间周期调到周线级别。对于周线级别的比特币，我们在前面行情当中分析当中给出了目前是处在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一个悟空阳线势力范围。那第一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源自23年1月9日，那这一周呢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然后走八界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经过日线级别调整之后，在这个23年6月份，我们看到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走出了悟空阳线，然后后面到10月份走出了一组非常漫长的长达4个月的干扰性 K 线啊。但是到10月行情当中，10月份比特币月，我们看到悟空阳线重新复活，然后走完了它第二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细游，走到了唐僧阳线这个位置。那么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这个位置的悟空阳线出现在23年12月份啊，这个悟空阳线走完之后，后面的 K 线我认为都是悟空阳线所遇到的妖怪，也是干扰性 K 线。但这组干扰性的 K 线没有改变上涨的趋势。周线级别上方有八界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上周行情当中，实际它的八界阳线走了出来，但是一个大上影线让行情重新回到了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目前我们仍然处在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悟空阳线势力范围当中。那么这根上影线呢，是比特币通过了美国 SEC 的 ETF 一个消息面的影响让比特币快速上行，同时呢重新回落消息面落地之后利好变利空重新回落下来。然后我们看到当前行情当中形成的这个4小时级别的收敛三角形结构。在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构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假的突破，就是通过 ETF 之后一个假的突破，然后焦点位构成了一个黑洞效应，把价格打压了下来。然后目前重新回到了这个从44500美金到41600美金这样的一个箱体结构区间当中。同时呢，这个收敛三角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目前震荡范围逐渐收窄，但是变盘随时可能发生，特别是今天 A 股不断创出新低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变盘很快就要发生。但我认为今天晚间时分，美股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走势。如果美股能够重新回到它的收敛这个矩形结构的上边线的这个位置，那么将会为比特币的多头带来很大的机会。然后最近几个交易日，我们观察的重点是在 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上。那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看到最近持续出现了反弹，但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反弹过程当中，上方是有200日均线作为压力的。所以呢，最近 BNB 相对于比特币走的比较弱势的原因是上方存在一定压力。但是我认为这个压力可能会被突破，原因是目前我们看到粉色线和蓝色线这两条线呢是5日均线和10日均线，正在考虑上穿上方的144日均线、169日均线和200日均线。这意味着 BNB 很快可能会有一波强势于比特币的行情。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
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最近也出现了一定的反弹行情。在这样的反弹行情当中，我们终于看到了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走完它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做出的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的反弹，这里面就符合了我们 K 线吸油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一个规律。但反弹过程之前，我们看到多次形成的悟空阳线啊，这里是悟空阳线，3次的悟空阳线被空头打压下来啊，最终第4次才完成了它的反弹。但这里的反弹，我认为是有效反弹。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它的反弹的位置刚好处在这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焦点位这个位置。那我们认为焦点位是有一定吸引力作用的，把价格吸引上来之后，目前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周线级别上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那上方就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我认为以太坊正在逐渐走强，同时在以太坊和 USDT 的这个交易对上，我们也看到以太坊已经成功站稳了$2200。之前我们就说了，$2200是周线级别以太坊144均线，这个位置一旦发生突破的话，上方我们看到$2900筹码密集区，什么筹码密集区呢？是在21年5月到22年5月份。以太坊在这个区间高位震荡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大概位置是在$2900。所以呢，以太坊站稳$2200之后，上方空间已经被打开，目前正在向上运行当中啊。所以呢，这段时间我们考虑到 BNB 和以太坊出现了领涨的这个时间点，会带动很多相关的山寨币走强。然后最近几个交易日，我们看到强势币种 TRB 啊重新发动了行情，特别是在昨天晚间走出了一波上涨 K 线。那么这里呢，我们要把时间级别切到4小时级别，在这个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晚间啊 TRB 呢这种妖币突然上涨做浪子回头，那么4小时级别50均线、10均线正在试图上穿144均线、169均线。但这个位置上事实上是存在压力的，所以呢被快速打压下来。那第一次被打压下来之后，就会做符合 K 线吸油战法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完毕之后，它做了小线级别的调整。那么这里的调整需要进行收敛三角形的修复，然后再度上涨。但是这波行情我们看到 TRB 一直走的趋势是比较强的，在日线级别上，昨天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之后，它的上涨趋势可能会被打开。经历了我们刚才提到的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小线级别调整这样的一个 K 线运行本身的一个规律之后，我们认为在悟空阳线之后可能会走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从而修复前面行情当中因为暴涨和暴跌引发的筹码缺口啊，就是 TRB 目前在热度和它浪子回头引发的行情当中是存在一定机会。那我们会员群的会员票啊，这个是我们去年7月份埋伏的 RAY 啊，今天在 Binance 平台涨幅榜排名第2啊，它最好的成绩是在今天涨幅榜排名第2，完全符合了我们 K 线吸油战法的一些规律。这里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它做出一轮上涨之后，做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调整，调整过程当中出现2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但这个位置上是一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这个区域，我们看到这个椭圆形的区域是容易发生变盘的区域。那下跌的收敛三角形在近焦点发生变盘是容易发生上涨行情的，所以呢，最近几个交易日我们提醒会员群朋友去关注 RAY 的走势。那么今天它涨幅榜排名第2，这个在这个山寨币里面遥遥领先。那么通过4小时级别 K 线的这个走势来看，我们正在看到4小时级别50均线、10均线已经上穿了红色线220日均线上方。正在依托于144均线在$1.3构成的这个支撑，所以呢上方仍然存在一定的机会，并且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轮行情经历一轮下跌之后，已经走出了悟空阳线，这里悟空阳线指的是日线级别的，所以呢上方可能会走出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这里面有这个目标和预期。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